1979年3月1日凌晨，解放军55军调集了306门大口径火炮，对亮山市区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炮火轰击，9919发炮弹如暴雨般倾泻，将亮山市区内的军事、交通、通讯和建筑设施统统摧毁。仅4天后，亮山市区便宣告沦陷。在这决定性的时刻，越南领导人李隼却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临阵换帅。越南军方总指挥伍元甲大将被撤职，由越南总参谋长文金勇接任。得知这一消息后，伍元甲只是默默闭上眼睛，深深叹息，因为他知道越南的失败已成定局。李隼为何要在如此关键时刻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回溯到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全面爆发，曾经亲密无间的两国骤然成为敌人。受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军队在广州军区总司令许世友将军和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将军的指挥下，从广西方向发起了全面进攻。面对这一局势，越南国防部长伍元甲将军却表现得信心满满，甚至毫不客气地表示十拿九稳。那么他为何如此自信呢？这还要追溯到1975年，越南结束了与美国的战争，实现了南北统一。在这场战争中，越南军队不仅缴获了美军数十万的全副美式装备，而且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这使得以李隼为首的越南领导层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越南军队已经天下无敌，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军事实力足以在世界上排名第3。正是基于这种错觉，越南认为已经迎来了建立印支联邦、称霸中南半岛的最佳时机。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无疑是最大的阻力，这也导致了中国和苏联关系的逐渐恶化。李隼认为可以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将越南与苏联紧密地绑在一条战线上，从而获取苏联的全面支持。为此，他一方面向苏联递交投名状，另一方面则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排华反华的风潮。在越南政治局内部，李隼也着手清除那些可能阻碍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势力，其中伍元甲便是他第一个想要拉下马的人。然而，伍元甲在越南政坛的地位极为重要，他不仅是越共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还是胡志明最早的追随者之一。因此，李隼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扳倒他，只能静待时机。1978年，越南当局与苏联签订了军事联盟协议，并集结了20万部队向柬埔寨发起进攻，由李隼的亲信文继友担任总指挥。同时，越南部队还在中国边境频繁进行袭扰，给中国边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李隼当局的这种激进行为，很快让中越关系陷入了僵局，随时可能引发边境战争。作为国防部长的伍元甲，此时主张缓和双方关系，尽量避免武力冲突。然而，李隼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伍元甲也裹挟进了他的激进政策之中。伍元甲对中国十分熟悉，曾经在抗法抗美战争中与中国将领陈赓、回国清等人并肩作战，深知中国军队的实力。随着越南军队在几场较大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后，伍元甲也开始变得得意忘形，甚至产生了错觉，认为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凋零，新生代力量缺乏实战经验，军队战斗力大不如前。当伍元甲听说中国军队派出75岁的老将许世友担任总指挥时，他不由得放下了戒心，更加得意忘形。殊不知，这也为他后来的轻敌埋下了隐患。在抗法战争期间，伍元甲因指挥滇边府战役歼灭法军16000余人而声名大噪，战胜了法国军队，被西方媒体誉为东方拿破仑。之后，在抗美作战中，他更是坚持发动南北统一之战，为越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对待中越关系的问题上，伍元甲却未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最终导致了越南在战争中的失败。伍元甲在越南老百姓心目中成为了神一般的存在。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名声并非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的，背后离不开中国军事顾问团的鼎力相助。如果没有解放军手把手地教会越军如何打仗，恐怕伍元甲和他的战友们早已成为美军手下的炮灰。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伍元甲满怀信心，自以为可以给中国军队一个教训。然而，他却没有预料到，战斗第一天，越军的第一防线就被全面突破。从战斗打响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许世友司令员就在前线指挥所接到了电报，得知我军反击部队已经突破敌人的第一线阵地，
并开始向越军纵深地带发展14路反击部队的全线出击，彻底打乱了越军的部署，让对方始料未及。一时之间，越军根本摸不清哪一方才是我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此时，坐镇河内的五元甲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许世友将军虽然已年迈，但在用兵技巧上却镇定自若。不同于以往的作战打法，对越自卫反击战上，中国军队采取了不打大城市、不打纵深、不打持久战的闪电式作战方式，一时之间让越军招架不住。中国军队展现出来的军事素养和惊人勇气，令五元甲也不得不汗颜。短短10天时间，中国军队先后突破高平老街，开始向大纵深方向进攻。第一阶段的胜利让越军也不得不慌乱起来。随着解放军第2阶段的进攻，五元甲乱了方寸。他最初以为中国只是将越南赶出中国边境就会止步，没想到却发展到这个地步。中国军队的主要目标是亮山，五元甲也深知这一点。作为河内的重要门户，亮山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了将中国军队彻底阻挡在亮山外围，五元甲开始紧急调动兵力，试图进行最后的抵抗。五元甲将有着鸡星师称号的越南第3步兵师驻守在亮山，同时部署了第338师以及众多其他部队，共2万余人的防守力量。亮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失守，通往河内的道路将无懈可击。然而，让解放军部队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赢得这场胜利，越军竟然对我军使用了化学武器，这彻底激怒了许世友。他下令调集300余门重型火炮，对亮山城区内的所有军政重要设施进行猛烈的轰击。凶猛的炮火使得本打算与解放军进行巷战的越军还没有来得及进攻，就被彻底击溃了防线。亮山整座城市地动山摇，越军根本无路可逃。许世友的临战指挥能力让五元甲心服口服。眼看亮山快速沦陷，五元甲不得不承认自己低估了许世友的能力。此时，五元甲已经陷入两难境地，越南遭受巨大的失败，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就在这时，李隼突然下达了一项重要命令，解除五元甲的指挥权，由文继勇接替其位置，全面指挥进一步的作战。事实上，李隼的这一做法是想要一箭3雕，既能罢免五元甲的军事指挥权，又能派自己的心腹顶上，而且还能将这次对华作战的失败甩锅在他人身上。作为清华派的五元甲，被李隼等小辈裹挟，确实有些难堪。此时得到消息的五元甲不由深深地叹息一声，无奈地说道：“越南失败已经是必然了。”在他看来，中越双方战斗已经过去半个月，越军兵力损失大半，而解放军主力部队却并未伤到根本，孰胜孰负一目了然。那么，文继勇接替五元甲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呢？中国军队的动向成为河内当局主要关注重点。李隼下令全面监视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有任何消息直接汇报。同时，李隼紧急下令将柬埔寨方向的2支精锐部队紧急撤回，以应对中国军队的进一步行动。然而，这些举措已经无法改变越南失败的命运。这时，越南的上空已经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河内距离强大的中国军队仅只有100公里的距离，就地形而言，河内已经无懈可击。按照中国军队的推进速度，不需要2-3天，中国军队就能直接打到河内。就在李隼集团惶惶不安时，第1军区情报部门传来消息，中国军队朝着某个方向再次推进了5公里。得到消息的李隼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随即一边下令全国总动员，一边紧急向金主苏联请求支援。就在此时，中国方面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3月5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命令，向全世界发出了撤军声明，宣布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是迫不得已，如今惩戒目的已经达到，将立即撤军回国。这一消息的发布，不仅让全世界大为震撼，就连李隼以及五元甲等人也是十分吃惊。五元甲怎么也想不通，中国军队明明已经打过亮山，就差临门一脚，为什么会主动撤军？李隼当局怎么都不会想到，中国本就是仁义之师，不会做出随意侵犯他国的行为。此次还击是战士们被迫无奈的选择，只是给越南一记教训。中国不要越南1寸土地，也绝不会任由越南爬到我们头上欺负。此次作战，许世友劳苦功高，以古稀之年出国指挥，不仅给了越南深刻的教训，也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军队愈战愈勇的实力。
虽然这场仗我们打得并不是十分满意，也出了很多问题，但足以让越南明白一个深刻道理：想要徒弟欺负师傅，再锻炼锻炼吧。文进勇虽然接替了五元甲的指挥权，可是却不敢正面对抗解放军，只能指挥一部分兵力，紧紧跟在解放军屁股后面远远看着。不得不说，比起五元甲来，文进勇还差点火候。战争结束后，越南元气大伤，中国边境暂时安宁下来。但这场战争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给中国自己的军队敲响了一记警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现代化战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场战争促使我们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同时，这场战争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维护和平。我们深知，只有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才能实现世界的长治久安和共同繁荣。1979年，解放军在经历内战与抗美援朝后，面临装备滞后、后勤薄弱、指挥僵化的挑战，与美苏存在明显差距。然而，邓公以卓越洞察力，未沉溺于一时胜利，而是深刻反思战争问题，果断启动军队现代化改革。随后数年，解放军掀起现代化浪潮。1985年，36个军精简为24个集团军，作战效能大幅提升，装备研发加速，步兵、坦克、炮兵等兵种迈向现代化，指挥体系重塑，勇于削减，效率倍增，标志解放军现代化征程开启。同时，军事科技受重视，直升机、特种部队等新兴力量崛起。此轮改革后的解放军不仅守护边疆，更着眼国际格局，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短暂，却影响深远，既打击越军侵略，捍卫领土，又遏制苏联东南亚扩张，彰显中国独立外交。战争与改革并进，巩固中国国际地位。越南霸主梦碎，邓公布局深远，不仅是对越反击，更是国际秩序重塑。他以行动昭示世界，中国已能屹立不倒，捍卫领土。邓公雄才大略、战略眼光，为中国崛起奠定基石，留下宝贵精神财富。